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印度士兵，那一定要小心了，因为下一秒他那44码的带派大脚很可能会朝你射出致命的子弹。是的，你没看错，这就是印度军工天才在2021年推出的颠覆性产品靴枪，又称友军小腿毁灭者。发明者称，士兵穿上靴子后只需控制手腕上的装置就能完成射击。它的出现不仅一举解决了印度摩托兵开车时无法射击的痛点，还让印度的战场生存率大大提高。只要士兵们掌握了在战壕里倒立开枪的打法，就再也不用担心被爆头了。嘿，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遗憾的是，由于印度国防部缺乏战略眼光，该项发明未能得到广泛应用。为此，该男子还专门给莫迪写了一封信，可惜也石沉大海，无人回应。提到印度军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无敌的光辉战机和40年磨一剑的阿琼坦克。殊不知，其实印度人在军工研发上的努力和创意，早已把地球上 99% 的国家甩在了身后。就拿如今炒得火热的无人机来说吧，其实现在所有国家的无人机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操作员远在千里之外，对战场信息无法做到真正的及时判断。但聪明的印度人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瓦鲁纳载人无人机。它由印度萨加尔国防工程公司研发生产。2022年7月18日在新德里首次亮相，当天莫迪老先还亲自到场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发明。该公司创始人兼 CEO 尼库尼帕拉萨表示，总理见证了我们产品的展示，这是我们感到自豪的时刻。该款无人机有效载荷130公斤，航程可达25公里，最高续航33分钟。它的出现成功地解决了无人机上没有人和有人机飞太快这两大痛点，堪称现代兵器版的要你命3000。虽然我们不知道莫迪老先看到这飞机时是什么心情，但可以想象战场上的敌人看到他时的表情，这玩意儿配上那个经典的 BGM 简直是绝配。再比如困扰各国陆军多年的扫雷问题，印度人也有自成一派的解决方法，就是这双高跟排雷靴。它的灵感来自于以色列的蜘蛛靴，其工作原理是通过鞋底的4根 V 字形支撑腿分散爆炸能量和弹片，但其缺点也很明显，由于鞋底面积有限，很容易出现护住脚掌护不住当下的情况。所以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大规模列装，但印度的 FK 防务公司觉得这玩意儿有搞头，他们对其进行了2次研发，将4根支腿改成了6根，然后在每个支腿下面加了一个金属探测器，就成了印度自研的排雷靴。2018年，印度陆军北方司令部为了支持国产，采购了一批排雷靴，然后2个军官穿着它开始了雷区蹦迪，结果一人被炸的右脚受伤，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人被炸的截去半截脚掌，从此沦为残疾。人才啊！事后该公司表示，所有靴子交付前都经过严格的测试，不存在所谓质量问题，却要因为个别人使用不当就把国产军工一棒子打死。你知道我们有多努力吗？可以不爱，但别伤害。看到这里肯定有人要说了，这些都是极端的个例，印度作为南亚霸主，西方认证的全球第4大军事强国，在军工上一定有其独到之处。其实这话还真没说错，印度军工确实有一项特质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那就是它的超绝松弛感。松弛到了什么地步呢？为了拥有一把国产自研步枪，印度人能花10年研发，再花10年生产，最后直接放弃。这就是印度举全国之力推动的英萨斯步枪项目。而印度之所以会搞这个自研项目，说起来还和中国有点关系。印度刚独立内战，继承了不少英国军队的枪械，虽然算不上多先进，但在南亚那一片已经很能打了。可1962年印度在边境挑衅中国后，被解放军一通暴打。尼赫鲁得知前线战况后直呼不可能，印度军方一直对他说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战力低下，现在怎么打成这个样子。更令印度高层破防的是，中国军队吊打完印度后，还把缴获的枪械连同俘虏一起送回了印度。其实咱这边的意思是展现和平谈判的意愿，但在印度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羞辱。中国人一定是嫌弃我们的装备，不然怎么拿到手了又送回来呢？还有这样的道理？奇耻大辱啊！与此同时，军方的领导为了甩锅，也把战事失利归咎于武器不如中国，都是英国的武器太垃圾了。如果我们能使用印度自研的步枪，战局一定不会是现在这副样子。因此中印战争之后，印度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一把纯国产的步枪来。可直到1980年，印度才正式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你问为啥拖了这么久？其实也没啥特殊的原因，印度人做事就是这效率。
专家组成立之初，原本打算用3个月的时间制定标准，但印度人充分发挥了嘴炮特长，足足讨论了整整4年，最后终于确定要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比如外观要参照美国的 M16 握把，机匣参照苏联的 AK-47， 准星消焰器参照比利时的 FAL， 弹夹参照奥地利的 AUG， 总之就是要集百家之所长，造印度最牛的步枪。专家们给这个项目取名为英萨斯，意思就是印度轻武器系统，然后又把它丢给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过该组织的另外2个项目，阿琼坦克和光辉战机。所以该组织的研发能力有多强，想必不用我多说了。立项之后，印度政府每年都会追问研发进展，但 DRDO 每次的回答都是只差一点点，明年就能投产了。就这样拖到第4年，印度政府受不了了，直接放话再造不出来就要追究这群摸鱼佬的法律责任。结果第5年，枪支果然鼓捣出来了，印军大喜，当即就要测试一番，但研发人员却给了他们一个极其离谱的回复：测试不了，因为没子弹。至于为什么没子弹，因为合同里只写了造枪，没提子弹的事。而且英萨斯的口径对标的是 M16， 也就是 5.56 毫米，而印军当时用的是苏联 AK-47 的 7.62 子弹，也就是说如果想测试，子弹还得单独进口。这话差点把印度军官给气背过去，但枪都造出来了，总不能不是吧。于是他们紧急从比利时那边以 0.28 美元一颗的价格买了一批 5.56 毫米的子弹。经过一番试射，印军发现英萨斯除了枪托松懈、弹匣开裂、准星不准、枪身冒油以外，几乎毫无缺点，当即就下了一张48000支枪的订单，并要求1995年全部交货。然而军工厂吭哧地干了1年，只交付了7000把枪。印度政府问他们为啥这么慢，答曰因为良品率只有1/6。印度政府大怒，这可是涉及国运的重要项目，怎能如此懈怠？当即又追加了一张45万支枪的订单，要工厂扩大产能，尽快实现全军国产替代。然而无论军工厂再怎么三班倒，在合同约定时间里也就产出了20万支枪。印度军方琢磨着20万支就20万支吧，先装备了再说。可枪拿到手又傻眼了，因为军工厂只生产了枪，没生产子弹。这事儿听上去很离谱，但实际上生产子弹是门真正的技术活，哪怕到今天全世界能自主生产子弹的国家也没多少。以90年代印度的工业水平，连个子弹壳都造不明白，更别说整颗子弹了。因此印度人只能又跑去比利时供应商，说要买5000万发子弹，同时附加一个条件，要求对方转让一条生产线。比利时一看印度人真是恒河水喝大了，直接回复到 0.4 美元一发，爱买不买，至于生产线想也别想。1998年，印度军队终于领到了心心念念的国产自研步枪和高价买来的进口子弹。次年，印巴之间爆发卡希尔战争，印军本指望英萨斯步枪来个大展身手，结果一上战场差点没把自己害死。原来英萨斯步枪只能点射和3发速射，不能全自动射击，要想加强火力，士兵就必须以超快的手速猛扣扳机。而偏偏战斗发生在高海拔地区，气温极低，印度士兵的手指都快冻成冰棍了，哪里还能遭得住这样的折磨？接着前线的指挥官打报告说，此枪实在太糟糕，建议停产。国防部被搞得没办法，只能紧急从罗马尼亚买了10万支 AKM， 替代了前线的英萨斯步枪，将其分配给各地的民兵部队。这下国产之光彻底变成国产之耻了。但印度政府还是不甘心，2005年，印军又连续推出了英萨斯轻机枪、英萨斯卡宾枪和一款名为神剑的改进型步枪。但无论印度政府把它吹得多么神乎其神，陆军都不愿意接收，给出的理由包括噪音太大、质量不过关、子弹炸膛等等。2018年，印度军队更是直接宣布永久拒收英萨斯步枪的各种枪型，搞得印度政府没办法，只能和俄罗斯合作，在印度建立合资企业，生产75万支 AK-203 突击步枪，以填补军队步枪缺口。这次英萨斯步枪项目在经历了10年研发、10年生产、10年实战后，成功把自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说实话，这种项目放在东亚任何一个国家，估计都要撸下一串高官来。但在神奇的印度，没有任何人被追责，婆罗门老爷们依旧稳坐钓鱼台，辛格专员们也依然自得地拿着回扣。能把国防项目搞得如此松弛的，整个地球上除了3哥，恐怕再也找不出第2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将万国牌武器库当成是自己的一种优势，他们自己的军工产业在经历过长久的发展之后，甚至一度沦为了笑话。这个奇葩的国家就是位于南亚地区的印度。
时至今日，印度的军工产业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各种由印度制造的军火事故频发，以至于印度军队不得不依赖于外国的武器装备。那么，印度的军工制造业究竟闹出过哪些笑话呢？他们的军工制造业又为何会显得如此脆弱呢？而印度军工制造业的现状又对印度军队和整个国家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提起印度的军工制造业，就一定会有人说到印度的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与其他国家的航母不同的是，这艘航母始终以超高的故障率占据着各大国际新闻媒体的头条。严格的来说，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并不是完全由印度制造的，这艘航母本是俄罗斯海军基辅级航母体系中的最后一艘舰艇。2004年，俄罗斯将这艘航母出售给了印度，并由后者负责进行加工改造。在印度的军工制造人员接手了航母之后，他们将航母船头的武器装备全部拆除，将其改造成了可供舰载战机起降的滑跃式跑道。然而，这艘寄托了印度全民希望的航母却屡屡发生火灾事故。除此之外，印度制造的导弹质量也让人感到一言难尽。2022年3月，一枚由印度军队操控的导弹突然向着巴基斯坦方向发射了出去。就在印巴双方因为此事闹得剑拔弩张的时候，印度军方主动出来澄清称，这是因为他们的导弹操控系统出现了问题，导致导弹没有缘由地射向了巴基斯坦境内。尽管事后印度军方在处理此事时的态度还算诚恳，但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印度军工制造业的担忧，甚至有人调侃道，一旦印度的导弹发射升空，全世界都必须打开防空雷达，因为就连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导弹会射向哪里。不过，这对于印度来说显然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印度糟糕的军工制造业，印度政府不仅每年在相关的事件上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2020年4月，印度时报就曾经发表过一篇调查文章，大胆揭露了印度军工制造业带来的种种弊端和不良现象。一名新德里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愤愤不平地说道，由于印度军械工厂委员会的疏忽和麻痹，印度军队每年大概都要丢弃价值960亿卢比的武器弹药，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节约，实在是他们的质量太差了。事实上，印度并不是没有专门负责监督军工生产环节的部门。这位印度官员所提到的印度军械工厂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职能部门。但由于印度官僚系统的腐败，这个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形同虚设。很多时候，基层的印度士兵和军官都知道本国生产的武器弹药有问题，因此他们往往会拒绝使用本国生产的武器。大量由印度自己生产的子弹和枪支只能被运用在训练场上。对于这样的情况，印度全国上下都感到非常愤怒。据统计，从2014年到2019年，印度军队内部因为武器弹药发生的事故就已经达到了403起，而印度军工产业出现的问题显然是巨大的。不仅是印度士兵们在使用本国制造的武器时要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就连那些平时负责生产军事装备的工人也经常会面临着生死考验。根据英国媒体路透社报道的消息显示，2023年12月17号，印度马哈拉施特邦的一座炸药工厂发生了严重的生产事故。有调查人员一度怀疑这和该工厂生产的炸药质量不合格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印度社会内频发的军工生产事故，有记者便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新德里的部分官员。人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印度官员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印度军工产品从生产到使用过程中的诸多事故。印度时报的记者就发现，一些印度军工制造企业经常会用高价采购质量根本就不达标的原材料来进行军工生产，因此他们生产出质量低劣的军工产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有很多资料显示，对于这些情况，印度军械工厂委员会的官员们是知情的，但其中的一些官员由于收受了军工制造企业的贿赂，便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不过，这样的现象对于生活在印度社会中的民众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整个印度的军工制造业被一些幕后利益集团绑上自己的战车之后，这个产业也就彻底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希望。无奈之下，印度军队只能选择从全世界的各个国家进口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大多售价高昂，印度军队的士兵想要适应这些武器，也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但他们与印度自己的国产武器相比，已经算妥妥的是先进设备了。而且印度军队除了目前的这个举措之外，显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众所周知，印度一直与俄罗斯保持着紧密的军事联系。从上个世纪开始，质优价廉的素质武器就成为了印度军队在采购装备时的首选。
即便到了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在采购军工产品的时候，也会将俄罗斯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更换一套装备体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来说，都绝不是一件小事。按理来说，为了尽快摆脱本国军队对于外国武器系统的依赖，印度政府应该加大对本国军工制造产业的扶持。但印度的军工制造业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得已之下，印度人只能想出了一个非常新奇的思路。军事专家常说，一个国家如果向某一大国定期采购武器，该大国就会利用军工优势对这个国家的军队形成事实性的胁迫。所以印度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处境，便让本国的军队从世界上的多个国家采购武器，如此一来，谁都无法形成对印度军队的装备垄断，印度军队也就不会受到某一国家单方面的军工胁迫了。2023年1月，一架印度空军的幻影2000战机和另一架苏30战机发生了碰撞事故。为了救援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印度军方不得不动用了大批力量。根据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显示，这次事故很有可能是因为俄式武器和法国武器在操作系统上的差异而造成的。这样的事故在印度军队当中其实并不算罕见，因为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印度军方，早就已经习惯了从各国手中捞取好处的行为模式。比起艰难的军工国产化之路，这样的方法显然效率更高，也更容易执行。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上去威武霸气的外国装备能够在阅兵仪式上展现印度的军事实力，这种直接展示成果的方式对于印度的政客来说也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利益。对于令人惊叹的印度军工制造业，印度人几乎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但印度自己的军工制造业沦落至此，似乎也怪不到别人的头上。归根结底，并没有什么人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印度的军工制造产业实现发展，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将这个产业当成了一个捞取金钱和政治利益的工具，而这才是印度军工产业不断衰落的本质原因。在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道路上，军事实力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纵使印度的政客们再怎么粉饰太平，今日印度军工制造业所产生的诸多悲剧，注定会成为这个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